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西安。AI 时代最基础的 AI 技能，除了提示词工程之外，恐怕就是本地部署大模型了。随着 AI 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变得愈发重要。公司的机密文档、财务数据、客户的隐私信息，几乎所有公司都是明令禁止发给在线 AI 的。网页版的 ChatGPT、DeepSeek 都算。个人使用的话，信用卡账单、病历报告稍有不慎就可能泄露。他会不会再偷偷收集我的数据呢？最近也有不少国家开始收紧 AI 监管，美国一些政府部门更是直接禁止 DeepSeek。更不用说地缘政治带来的技术壁垒，随时可能切断我们使用特定 AI 服务的能力。但目前不能使用最可能的原因应该是今天，既然我来安利一个极简的本地部署方案，懒人式的一条龙安装，运行只需要一个浏览器，3步就能搞定本地部署 DeepSeek，完全本地不联网，数据绝对安全，全程只需3步：下载 Ollama，安装 DeepSeek，配置浏览器插件，多一步就算我输。废话不多说，Let's go！我是西岩，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，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、最直观的例子，分享数据科学、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。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关注，不迷路哦。因为在往期中讲解 Obsidian 的插件第二大脑的时候，安装过 Ollama，所以就用之前的视频来讲解。首先，在谷歌中直接搜索 Ollama，点开下载 Ollama。我自身是 macOS 系统，大家根据自己系统选择下载即可。下载好后解压缩，打开 Ollama 应用程序，这里点击 Install 之后，我们可以先不按照 Ollama 的提示，它想让我们先安装一个 Llama 3.1试一试。我们直接去下 DeepSeek R1，我们回到 Ollama 的页面，在最上面这里搜索 DeepSeek R1。接着点击进入模型页面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可以点开这里，一共有7个模型，有6个蒸馏小模型和最下面的这个满血版的 R1 404GB 大小的模型。这里一个字母 B 代表的是模型的参数量的单位10亿，6711属实是天文数字了。要利用这个满血版的 R1 模型，还需要足够大的内存和 GPU 来支撑算力。所以 DeepSeek 在这里又多做了一件事，就是用原始 DeepSeek R1 模型生成的数据，训练了其他2个开源模型 Llama 和通义千问。通过精心设计的知识蒸馏过程，DeepSeek 成功的将大模型的推理能力移植到了较小的模型中，这就使得更多人能够接触并使用高性能的 AI 模型，这也推动了 AI 的民主化进程。我们可以看到下方这边这里的 1.5B、7B、14B、32B 是通义千问架构的，而8B 跟70B 是拉玛架构的。我们回到上面，我们看懂这些之后，就可以知道这右边的命令，默认安装的是通义千问架构的7B 蒸馏模型，大小是4.7G，这也是一般电脑配置能够带得动的选项。模型的参数量越大，为它的精度越高，但响应速度就会越慢。大家在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安装即可。这里还有张模型的成绩单，除了 1.5B 差一点，7B、8B 都差不多，14B、32B、70B，参数量越大越好。大家最好根据自身机器配置选择模型。如果机器带不动，模型5分钟估计都吐不出一个 token。这里默认的7B 看上去比8B 好些，我也建议安装这个。这里我选择安装一个拉玛架构的8B 蒸馏模型。选择好之后，我们在这里点击复制右边的命令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打开终端，在搜索栏搜索 terminal，
Windows 的话，可以在运行中输入 cmd 打开，接着粘贴命令回车运行。趁着安装这段时间，那就简单说一下。想必有很多同学搞不清 Ollama 和 Llama 是什么关系，这里简单说一下。Llama 是 Meta 发布的大语言模型，用于生成和理解自然语言。同类对比就是 OpenAI 的 GPT-4o 这种。Ollama 则跟 Meta 没有关系，是一家独立的公司，只是基于 Llama 模型开发了一款工具，让用户可以更方便的在本地运行和管理语言模型。有了 Ollama，我们就能通过在终端里运行简单的命令，安装其他开源的大模型了。这个命令在安装完毕的同时激活了该模型，所以在终端中我们也可以和它交互对话。结束对话的话，这里输入-by 即可。最后提一下 Ollama 的使用很简单，比如这里输入 Ollama list 就可以查看本地安装好的模型。其他的 Ollama 命令也可以通过输入 Ollama 来查看。不过最常用的莫过于下面4种。熟悉之后，可以任意添加、删除各种模型，让自己成为 AI 部署的小能手。我们回到 Chrome 浏览器，然后谷歌搜索 Page Assist， 搜索结果 Chrome 商店，点开，点击添加插件，安装好之后，点击打开。我们可以将这个插件固定在我们的壁纸栏边上。我先把画面调大一点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显示 Ollama 正在运行中。我们也可以看到最上面 Ollama 确实在后台中正在运行。接下来我们要设置一些初期设定。我们点击最右上角的设置按钮，这里我们可以先把 Speech 的语言和下面菜单的语言都选为中文，然后背景颜色可以调亮一些。接着摁左边的箭头返回我们主页。接着我们来设置我们刚刚安装好的 DeepSeek R1 发笔模型。模型设置好后，我们就可以在对话框里简单问他一些问题，比如这里我问他如何克服拖延症。我们还可以看到最下面有好几个按钮，功能很丰富，一点不亚于官方的 DeepSeek。这里互联网搜索我们也可以选择启用，利用这个插件也能实现 AI 搜索。比如在这里我让它找3个最新的 AI 新闻。这里搜索互联网的设置就在刚才右上角设置这边。管理网络搜索，搜索引擎，这里默认的是 DuckDuckGo。我们返回。最后讲一下这个插件用于官方网页版 DeepSeek 的地方，一个就是在这里模型设置这边，我们可以设置温度参数。这个参数的范围是0到1，零的话回答就会越严谨，这个值越靠近1，回答就会越创意，适合文学创作和头脑风暴。上面还有一个系统提示词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下我们的输出要求或角色设定。对系统提示词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看我的另一个视频，这里再设置温度参数为0，让它的思考过程更严谨一些。对比一下输出结果。我们设定好之后，选择保存，然后问他同样的问题，给我3个最新的 AI 新闻。很明显，右边设置后的思考过程变长了，左边开始生成输出结果了，右边还没思考完，是不是可以变相说明 DeepSeek 变得更严谨了呢？3步部署强大的 DeepSeek R1，AI 技术民主化的大潮下，
大家赶紧学起来。最近啊，就连川普老爷子也一改往日的威胁论调，视 DeepSeek 为一种正向发展。估计他也是学会了本地部署，数据可安全的很呢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，记得点赞关注。我是夕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